太师，近日天气呈不太平，您每日夜晚出来散步的习惯，能不能缓一缓呢？心中不安，难以入眠，出来走走，好让心里略微平静一些。太师。 不要再挂信号了。此人能走到这里，那些影卫想必早就被他解决了。那些人的功夫不弱，花费了一些功夫。你到底是谁派来的？太师，抱歉了。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影卫。 你是暗河苏家家主苏沐影，阁下应该不是无名之辈。不仅有名，而且是太有名了。太师，折煞小的了。你不用谦虚。杀人王黎天。 当年在祁雷山，你被几十名高手围攻，身负重伤逃走，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十三鬼，当年未能与你一战的遗憾，看来今日要弥补上。哎呀，黎天，你离我太远了。 奴家穆雨墨见过董太师。就你，嘘，别哭了。我父亲可是破了百鬼夜行孤虚大阵的枪仙，就你这不入流的孤虚阵，也敢在我面前显摆？还真是有几分刺激啊！啊，这暗河胆子也太大了。胆子大的可不是暗河呀。李天，在。既然这位千落姑娘到来，想必这永安王殿下已经知道暗河身后的人是谁了。谁都知道董太师从不设党争。 也从来不支持任何皇子。当年父皇登基前是一样，现在也是一样。杀了他，不会对成为卷轴上那个名字有太多影响，但是对整个朝政以及这个天下就会犹如重击。方才听你探来的消息，白王去过暗河。萧景霞和白王前后都去过暗河，这与暗河出山 和唐门联手的日子是符合的。暗河的出现，我觉得不是二哥的主导，他应该是被人算计了。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小的时候，我们在稷下学院念书，当时的祭酒先生正是化名的如剑仙谢轩，他让我们3个选帝王之道。当时二哥选的是君道，重德行，讲仁义，以贤德服人；老七选的是霸道。 霸道，本属乱世之君，以武服人，以刀行政。他自己说过，每个朝代都是乱世，这本是大逆不道之话。但谢轩却没有苛责他。现在想想，二哥就算为了地位，百般阻挠不让我入京，但是他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君道。 刺杀太师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做的。那你当年选的什么道？我选的是游侠道。游侠道。
是什么岛？纵见江湖，醉酒高楼。那年我10岁，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知道像雷无节会说出的话。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叶姑娘，你叫我做什么？萧瑟聊起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有点像你。他这半老头子还像我？什么半老头子？怎么不是了？你成天懒洋洋、软绵绵，像结了冰似的。你不是半老头子，谁是？好货！公子，宫里来信了。萧瑟，发生什么了？是蓝月侯送来的，上面说二哥一早上奏，请求父皇严查暗河行刺一事。好一个借机行事！白王趁此与暗河撇清了关系，又给了真正的幕后之人一个威慑。二位请。这青州穆家老爷子要是见到穆春风现在这副德行，还会不会把他那家主之位传给他呀？小点声。华神医，好久不见。神医请坐。多谢。不过，怎么听着像在叫一个老头子啊？以后叫我师傅神医就好啊。哟，已经是师傅了。我带师傅去看了秋庐，师傅很满意。那还真是辛苦梁掌柜了。徒儿很孝顺。多谢师傅夸奖。当年船上见到穆兄时，只觉得是那般风流倜傥。唉，今日一见，穆兄溜须拍马这方面也甚有天赋啊。谬赞了，谬赞了。神医来我雪落山庄，可是为了父皇的病情。啊，是的，你父皇的病我早就治好了。虽然他的心急是因为心病，复发是早晚的事，但他不应该最近总是昏迷不醒。我怀疑宫里还有一位神医，皇帝陛下病情的反复复发，怕是和他有关。有人下毒，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若是平常的下毒，我必然能有所察觉，是一些很微妙，我也难以看明白的东西。前几日我在饮食里发现了猫腻，昨日又在熏香里找到了怪药。看来我必须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你得跟我一起去。叶姐姐，你们以前经常来这儿吗？不止我，还有白王萧崇。小时候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玩。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问，你跟萧瑟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一直在等你问我呢，等到我以为你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我很小时候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所以不能经常出去玩，就经常一个人在这院子里发呆。你是谁？是我打扰你了吗？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我叫萧楚河，我跟叔父一起来见叶将军的。你为什么会坐在这把椅子上？我身子不好，虽然师父总说我要多走路，才能有助身体变好，可我每次走几步就觉得很痛苦，所以阿爹给我打了这把椅子。来，站起来。我知道这很痛苦，但如果是你，一定没有问题的。那年我7岁，萧楚河9岁，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知道这很痛苦，但如果是你，一定没问题。认住。
难怪。叶姐姐，那你对萧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未来更重要。原来这就是白小堂啊！萧楚河，居然又看到你了。6位铁面官，好久不见。这里只有4位铁面官你见过。你知道，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能活长寿的人很少。想不到过了这么久，铁面官还是这么喜欢自嘲。萧楚河，我们都很忙，你想要什么情报？我要的情报，在座的各位都给不了。萧瑟，再怎么说这也是别人家的地方，要不咱们稍微低调？无妨。萧楚河，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圣上恢复了你的身份，就真的有人把你当皇子了吧？萧瑟，你不是说这是你师父家的地盘吗？难道他们都反了？姬若风已经消失1年了，谁说白小堂还在他的掌控之下？萧瑟，他使的这棍子，跟你的无极棍好像。当然是因为，我也是白小堂的人。你是女的？她是我师父的女儿。七姐，师父去哪儿了？死了。什么？开玩笑的，不过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差别。当年我爹为了救你受了很重的伤，这些年他一直在药王谷里。上一任大剑卓清，他所修炼的虚怀功乃是世间至阴至柔的武功，且威力极强。只是很可惜，他的5位徒弟均没有学会这门武功，所以这个线索到这里就全断了。断了？为什么断了？因为卓清已经死了。知道了。萧楚河，你就该一回来就来找我们的。你知道的，我们白小堂能给你最大的帮助，可你偏偏不来。我们又不好去找你，生怕打乱你的计划。其实也没有什么计划，只是觉得时机还没到吧。怎么，现在时机到了？我现在就有3件事，需要你给我答案。一开口就是3件事，胃口可真不小。怎么，要我告诉你谁是暗河幕后真正的主使？不，这个问题我心里已经有答案，所以不必再让白小堂去查。暗河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背后的人也要付出代价。但我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卷轴。你终究还是为了那件事。可是你究竟要查什么？那个卷轴是否存在？那个卷轴的内容是什么？还是那个卷轴究竟在哪里？所有，我要所有关于那个卷轴的事。真是狮子大开口。第2件事，我要你帮我去查1年内入天启城且尚未离开的下毒高手，我要一个名单。此事倒是不难，但我需要一些时间。至于第3件事嘛，我有一个朋友，他应该比我更早来天启城，
但是却迟迟没有来找我。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或许他已经离开了呢。不会的，他如果要走，一定会先跟我见上一面再走。哦，他究竟是你什么人？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朋友。查的怎么样了？你让我帮你找的人，我帮你找到了。他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好久不见啊，肖老板。你早就知道我会来。白小堂满城的找我，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便生了慈悲之心，跪下楼买了个菜团子。这间客栈离我的雪落山庄有一条长街的距离。你既然知道我派人找你，你怎么不早点过来？我也想尝一尝肖老板15道前菜的御宴，也想看看你是如何在千金台上威风凛凛的威震四方。只可惜，我闭关之前你尚未进城，我出关之时，你早已离开了。闭关？你受伤了？是啊，差点被打成废人了。何人所伤？大剑锦轩。怎么？你每次危难之时，都有我从天而降，而我危难之时，你却并未出现，心生愧疚，想替我报仇啊？你之所以会被锦轩打伤，说明你入宫了。那我就没猜错，你这次来天启，是为了找宣妃娘娘。肖老板，你变了，开始变得直接了。你明知这是我不愿提及之事，应该装作不知道的。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尤其是五大剑，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还有很多大内高手，连我都没见过。知道了，下次我会小心的。你还有下次？无心，你这么想见宣妃娘娘，是想当面问她一些问题，还是想带她走？唉，她会愿意随我离开吗？皇宫之中锦衣玉食的，哪里像我们天外天？其实是一个苦寒之地。娘娘，不早了，该休息了。娘娘，他今天说那些话，为什么突然提起事儿？难道他有事儿的消息了？也许赤王殿下只是随口一问，娘娘不必在意。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世儿早就把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给忘了。我又有什么资格妄想能再见她一面呢？其实宣妃娘娘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她是皇宫中的异类，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在宫中与其他人并无什么交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误闯过一次她的院子，她请我吃了一盒糕点，然后带着我看了一下午的天。一下午的天？她说要是能变成一只鸟该多好，这样就可以飞。
众生皆有烦恼啊。如果你只是想见玄飞一面，或许我能帮你。要不然这天启城中，谁还能帮你呢？果然，肖老板是心疼无心的。我是希望你尽快解决你的麻烦，别到时候给我添麻烦。口是心非。这些都是我在各处收集的香料，公公若是喜欢，尽管拿去。六皇子为何如此客气？奴才我有些心慌了，有话不妨直说吧。好。敢问公公，在如今的天启城中，站哪一边？一定要站边吗？在这场胜负当中，能活下来的只有赢那边的人。这件事没有中立的可能性。殿下一定很清楚，无论站哪一边，若皇帝驾崩，5大监都要去皇陵守灵。难道公公愿意去守灵？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就算是现在，我也只不过是诵经拜佛，调调香罢了。我认识的风雪剑沈静舟可不是这样的，他向往的是一片江湖。就算去不了江湖，也比这天启城要自在。启仙公公，我告诉他，如果他要反抗，你将永远被锁在这里，混着血液的腥臭、老鼠的尸体，还有蚊虫的尸咬，慢慢腐烂。雷比，不，你误会我了，我这是在帮他。明豪是不会听你的。你错了，他几乎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不过，他的适应性不太好，只成功了一半。不像你，你的底子比他好太多了。别急，你是一个天生的杀手，但杀手是不能有心的。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很快，他就会变得跟你一样。月姬，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慢着，这么多人进宫做什么？锦仙公公要给圣上办点香礼，这些小太监是各宫奉香的。前几日宫中闹刺客，所有入宫人等皆要搜身检查。大胆！灵君，公公，这是圣上的旨意，就由他们检查。多谢公公。慢着，大剑，大剑为何今日这么早啊？哈哈，这人老了，觉也少了，有时候睡不着，就起来四处看看，好让圣上睡得安稳些。啊，这些就是你新收的弟子呀？是。看上去都面生得很啊。哦，这些都是今年刚入红清寺的。属下想着他们虽然年轻，但毕竟头脑灵活，四肢麻利，不会慢待了各宫主子。大剑有什么顾虑吗？哈，你办事啊，我总是放心的很。走吧，走。都按照各自的分配去吧，记得小心行事，不可出半分的差错。是。宣妃的景泰宫就在西北角。多谢锦仙公公。宫中虚实关门，记得在这之前离开。明白。还有，你记得是我把你带进来的，不可在宫中行不轨之事，否则我一样把你抓去圣上面前。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这么啰里吧嗦，烦死了。真不知道我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二位殿下还是请回吧，陛下身体还是有些不适。等陛下想见二位殿下，自然会让微臣传唤。
上昏睡过去了，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这琅琊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我派姬雪过去了，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你说，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会有什么变故？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灌上哑药，就算压着，也要让他去上战场。你说的对。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这北离的月亮，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怎么不如了？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这北离的月亮呢，看着有点血色。你觉得呢，姬雪姑娘？你还认得我？当然认得，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怎么，他派你来的，想劝我退兵？那你会退吗？自然不会啊！我必定马踏天启，直指太安殿。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赐萧凌晨句句真心。东邪，萧凌晨这个人你还记得吗？自然记得。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每次大宴的时候，站在贵族中间，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几日之后，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便将登上帝位了。此事真的这般容易？还差最后一步。哈哈哈，哈哈，不差了。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看你笑那样，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你可办妥了？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哎呀，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最为合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已在身上。那个最重要的人，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这般顺利，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但我有一件事情，觉得略有蹊跷。你是说蓝月侯那边？据大剑所知，王离天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200里外的王离天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萧楚河，你还在犹豫什么？皇叔莫要着急，再给我一点时间。好，我给你时间。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如今秦王令已发出，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但琅琊军只需2日。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只需抵抗1日，便能等到援军。到时候内外联手，
便能平定这场叛乱。真的会这么简单吗？为什么两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不快又不慢，偏偏在这个时候？好，我再等你一日，一日之后，我会亲自率人出城，去迎那王离天军。多谢皇叔信任。殿下，藏民虽然看不见了，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刚刚得到消息，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他们自然着急。不入天启，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一场仗，如果正面对抗，只会被打成肉泥。殿下，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与萧凌晨、叶孝英都交好，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不让王离天军入城，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是否会是他的打算？你会杀了千百人，只为救一个人吗？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他是琅琊王，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如果杀一个人能为他翻案，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做。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便是玷污了琅琊王，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王离天军不出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不下了，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就是下不过你呀，就是太急了。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神转。我怎么看不到啊？我也没看到。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怕不是要被气吐血。哎呀，若依姐姐，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呀，肯定早就有主意了。这次你可说错了，你看这棋局，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一团乱麻。我见到萧凌晨了。他怎么说？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直杀泰安殿，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没了。他最后还说了一句：“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又岂有后退之理？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又岂有不战之理？”完了完了完了！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身处险境，方可绝处逢生。神转之棋，我找到了。他真是这么说的？是的。他脑子是不是有病？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他人呢？为何不自己来见我？
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就先溜了，去白小棠那儿了。怕我砍他？我明白了，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他为何要这么做？萧瑟说：“求您信他。”信他？这要错了，可全完了。可就算对了，也不一定会赢啊。蓝月侯已离城而去。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殿下，龙邪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首先，琅琊军进城，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其次，如两军联手，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当如何呀？哼，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在离桌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但有的时候，就是得搏一下。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我不怕输。诸君，天启城就在眼前了。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叶师叔，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不久，不过是大梦一场，苍龙梦醒，便该震吼。师叔，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叶姨白衣剑舞，堪称绝世啊！你姨不在了，但那白衣还在。世侄，你能回来，我很高兴。师叔，那两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哎，别着急，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你放心。只要你攻下天启，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师叔说的有理，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哼，我可等不及他们，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君临天启，军队的军，还是君王的君？现在是军队的军，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撤！几位，就是传说中白小棠，掌管天下机密的6大铁面关。真是有幸啊，今天还能见到这么神秘的人物。莫多言，堂主你都见了，不必在乎铁面关。你手上那一纸联名，是目前天下最重要的情报，开个价吧。让卖家出价，未免太狡猾。我想要知道你们的筹码。白小棠向来价格公道，从来都会给最值当的价格。我来求帮我这个师弟，很容易，1条命，能给吗？
白王殿下已经得到了明德帝的手谕，亲率大理寺查办此案。今日早些时候，他们去了红清殿，大监锦轩也曾去过那里。天启城大小官员共37名，均已派出死士寻找锦言的下落。以目前的形势，若此刻想出城，白小堂倾巢而出，也只能有70%的把握保他不死。70%不够。白小堂能做到的只有70%。白小堂给到70%，那是否有一方能给到90%？我是不是能够选其他人？锦仙公公的意思是，要开我们白小堂3言堂会。是。你们再去找2个人，加上你们白小堂，大家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桌面上，谈一谈。3言堂会，来人不问，去人不顾，我们同意。但除了那一只手书以外的全部情报，谨言需无偿告诉我们。我如果不呢？哼，路在那里，你现在就可以走出去。我们白小堂什么都不会做，但不过1炷香的时间，你将会是整个天启城的猎物。锦仙公公是个聪明人。谨言，说出你想见的人的名字。白王萧崇，还有赤王萧雨。哼，有意思。为何没有永安王？哼，永安王应该没有理由帮我才对啊。倘若他现在见了我，应该立刻杀了我吧。殿下，帖子上写着什么？这个白小堂邀请我去参加3言堂会。参与3言堂会的人不能透露谈判的半点内容，也不能暴露其他的参与者。如果坏了他们规矩，白小堂会对坏规矩的人找麻烦。被白小堂缠上，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过这个3言堂会，我很感兴趣。为何？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到手书，这是最好的结果。而且，我已经能猜到另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我不觉得锦仙公公会选择他。手持朝廷钦犯做交易，白小堂的胆子很大呀。既然是3言堂，那么邀请的应该是3个人。我猜除我以外，其他2人是萧崇和萧楚河。没有我们，没有。谨言说了，你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哼，谨言不成大器。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又有什么馊主意？若依，明日一早跟我去个地方。好。这些人真有意思，一有大事，都选择在这赌坊之中。千金台是个好位置，四处临街。临的又是小街，街道狭窄，人多且杂。若是试图在周围调集人马进行围攻，势必会引起巨大的骚乱，没人会这样选择。所以白小堂会选择这里。一个朝廷钦犯在赌坊里待价而沽，外面还都是要抓他的人。白小堂只管这3言堂会的进行，谁要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能保他一条性命，他就会选择谁。那人的万全准备必须有一条，就是能从千金台安全的离开。二哥，你来了。我判断没错，你也会过来。
看二哥神色如此淡定，想必是有信心抢赢我了。赤王殿下，请吧。二哥，那我就先行一步了，啊！虽然我早就猜到此事是由锦仙公公在背后安排着，但我没有料到锦仙公公居然会亲自来此。即便是白小堂的3言堂会，所有人的去留都会保密，但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我本就未想隐藏自己的身份。此事之后，若谨言得以平安，我自会向陛下请罪，辞去一切官职，去守那皇陵。就算陛下想取我性命，谨仙也不会有一句怨言。公公，可真是重情重义啊！不必说闲话了。我这个师弟想要一条活路，用他的一条命去换他手里的手书，殿下能否做到？只是想活下去吗？你不想去皇陵，做那个坐等终老的守陵人？你放不下如今的权势，做个漂泊江湖的普通人，你依然可以一呼百应，那些权贵依然可以跪在你的脚下，阿谀奉承。你是掌印剑，你可以得到的更多，为什么只是想活下来呢？不够的，我可以给你，只要你把那封手书给我，我保你1年不死。那1年之后呢？权势依旧。多谢赤王殿下，那就请在外面稍候吧。殿下此事有几成把握？9成。还有1成呢？二位公公做了错误的选择。世间之事，哪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呢？谨言啊，你说了那么多骗人的话，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话是骗你的呢？姬姑娘，请白往。告辞。白王殿下，我的师弟犯了错误，其罪当斩。但是我有一些私心，想为他求一条活路。可以。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谨仙想知道他活下去的方法。首先，他要先交出手书，然后会被废掉所有武功，投入天狱。我保证，他在狱中不会受到虐待，1日2餐，不必干活。不过，他也不能离开牢房。他不会有狱友，守卫也不会同他说话。日子虽然有些枯燥，但是也会有些盼头。若是碰上新帝大婚或是天灾，会有大赦天下的
他是谋逆犯，虽然不在大赦的范围，但他头罪有功，而且主动上交手书，助我查案。我会说服父皇的。这就是殿下说的活下去。天狱里的犯人，只要判书上写着活下去，都会好好的活着。殿下有几成把握？几近10成。为何是几近？要知道，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如果有人说他有10成把握，那一定是在骗你。你若相信他，你们都会死。谨先明白了，多谢白王殿下。本王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谨仙公公：若是选择其他人，那本王有10成的把握杀了谨言。此次我携大理寺办案，大理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人，即使逃到天涯海角，都会追杀到底。本王也不怀疑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将谨言带离天启。不过谨言接下来的日子的每一刻，都请等着大理寺的追杀。二哥，你出来了，谈得怎么样？你好像很有信心啊。你奉旨办案，筹码比我多，只是我和谨言认识的比较久，比你更了解他一些。选白王，我不想进天狱。不过是失去武功跟几年的自由，从天狱出来，你仍然可以过你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们也不会再打你的主意，我也可以护你周全。你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御宴，还是用来招待最尊贵的来使摆出来的御宴。二爷别误会，御厨所那几个废物，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但是千金台的厨子，放到整个天启，那都是这个。你别净说些好听的来哄我，我这是赌房又不是酒楼。你这宴席怎么也得一天，从晌午到夜半，我这一天不能开张，我得损失多少钱呢？这个我当然清楚，不过二爷应该不差这点钱吧？哼，赚钱还是让这天启城为之一颤。二爷你会怎么选？那也得给点钱，食材也不便宜。那不如这样吧，我把雪落山庄送给你。你真的愿意给我？你要真愿意给我，我再给你补10筐明珠。萧瑟，你把宅子给他，那我们住哪儿？对呀，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天启城这间吧，我们还要住一段时间。我在江湖上有一处隐居之所，背靠青山，面朝绿水，极尽风雅之气。雪落之时，风景堪称绝世，也叫雪落山庄。我把它送给你。成交。那就这么说定了。等等，你这宴席，碉楼小筑和天下轩都做不出来，只有我这千金台能做。但你这御宴的规格，
是不是有些僭越了？如今父皇病重，暂不理朝政了。试问，天启城，谁敢说我僭越？千金台设宴，亏他想得出来。侯爷，不仅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家贵族们拿到了请柬，就连那些上不了台面，在天启城混得开的下五路的头头们，也受到了邀请。果然是他的作风。萧瑟，看来这个小子是真喜欢这个名字。殿下，你说这宴席咱们是去还是不去？你觉得呢？要我说，不去。为何？不仅我们不去，还要让别人也不去。六皇子请了不少世家贵族、商家大户，这些人与白王府的关系密切，只要王爷不动，他们也不敢动。人都派出去了，都派出去了，很快那些府邸就会得到消息。好，我让他一个客人都没有。听说白王府在拿到请帖之后，也派人前往和他们关系不错的大户那里，应该跟咱们的想法一样，自作自受。萧神医辛苦了。你们不来打扰我的病人，便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这个恐怕不能答应你。我今天来禀报的事情非常重要，圣上必须要知道。行吧，知道你们忙的都是国家大事，陛下半个时辰后会醒来一段时间，你去等着吧。好。哎，我皇兄的病情怎么样？陛下得的是心疾，我能医好他的疾，却治不好他的心。师父说过，这个世上最难医的便是心病，那个时候，就不是医者能解决的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现在至少性命无忧。不愧是小神医啊！别拍了，再拍就长不高了。知见正不愿复习，故不强求之。胡说！谁说我不愿意参加呀？这种规格的御宴，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呀。这分明是以凡人之心夺我见证之腹嘛！啊，你去，按照这上面说的，准备一份薄礼，一定要在明日正午之前送到雪落山庄。是。哎，明日的千金台一定非常热闹，只可惜呀，我们的小王爷还是猜对了，我确实不愿意参加。禀师尊，你怎么又回来了？有客人拜访，从望城山来的。啊，请。是。帖子都送出去了，千金台那边也反馈说，明天就可以开宴。萧瑟，你怎么看起来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萧瑟，你是担心明天会有人不来吗？不来就不来呗，总有些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所有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不会吧，所有人都不来啊？那可说不好，毕竟现在的天启城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总有一样的事啊，要是所有人都不来，那岂不是很尴尬？一样的事，那就是他们以前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依然不会是我的对手。哎，公子，最后一个了，可九九道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可以接帖的人。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天启城了，为什么会寻不到人？九九道说，他们几乎把天启城掀开了找的。这个人莫不是早就走了？罢了，只可惜他见不到这场精彩的宴席了。你说的是谁啊？给你个惊喜，以后你就知道了。对了，叶姑娘呢？今晚怎么没有见到她呀？叶姐姐已经回将军府了。
父亲，怎么，还在为明日的宴席担心啊？我怕有人从中作梗，导致明天这名单上一半的人都不会出现。哎呀，要是没有禁令就好了。我若前去，谁敢不听话？谁不听话，我就让叶自营在他们家周围跑一圈。父亲说笑了。哎，这份名单是你的？不错。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座城不可忽视的人。不愧是我的女儿。我不比雷无杰和千洛，他们的武功是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翘楚。可我就算武功不济，却也能成为萧瑟在这天启城中的谋士。不过，闺女，你这份名单上还漏了一个人。父亲说的是，就是他。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是啊，想把他请来，谁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就算我亲自去，可能作用也不大。那我要是拜托蓝月侯呢？他呀，虽说他如今贵为监国，可他的面子还没这么大。一直不知道这柄剑的下落，没想到在你手里。琅琊王叔将这柄剑赐予我，说让我以后闯荡江湖就用这柄剑。不错，舍得吗？这毕竟是你王叔留给你的，他现在人不在了，你留着这柄剑，还有个念想。没什么舍不得的，我又不是那种放不下的人。你可真是那种放不下的人，要不然你早该回来了。总之，还麻烦皇叔将这柄剑送到那个人的手里。你可想好了？这柄剑代表着一段很重要。正在琢磨着穿什么衣服来呢。若依姑娘，要不你进去歇歇吧，这有我守着就行。客人已经到了，迎客的人要提前离开吗？哎，你是那个名字很特别的那个这99道。哦，对对对，99道。欢迎九大掌柜。我就知道他一定第一个到。第一个到的，势必会被整个天启记住，这就代表着他跟我最亲近。你知道现在天启城都怎么称呼99道吗？九大掌柜。可当年他还被称作剑弩九的时候，是你救了他一命。即便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他也要争这个第一。
若依小姐，又见面了。九大掌柜，今日你可是最早到的。那还不是因为若依小姐亲自出门迎客，我舍不得让若依小姐久等。多谢。九兄，这边请。请。天命斋大掌柜九九到，携3门19府弟子前来赴宴。这3门19府，你叫他九大掌柜，他很厉害啊。3门19府是以天命斋为首的天启城内9流门派的联盟。天启城官家管不到的事，他们能管；大商家无法染指的黑色产业，他们能做；大理寺无法勘测的消息，他们也能得到线索。总之啊，是天上的强龙也压不死他们。3门19府，属下之前怀疑他们是已经被白王揽入麾下了，现在这么看来啊，应该是早就和萧楚河交好了。哼，这3个门派看上去确实不上台面，但是却不容小觑。但他们去了，却比不去更好。为何去了却比不去更好？楚河能结交这些人，是他的本事。但如果他结交的只能是这些人，那就证明，如今的这位皇子，只能号令这些市井之徒，而这些人，只能证明他的示弱，却为他带不了半点威望。公子，已经入城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自然是要让整个天启都知道，我们来了。是啊，气宇不凡呐！哇！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很傻吧？是啊，用尽了所有人情，请来了北离国师，国之脊梁，制造了这么大一场盛宴，最后却把它变成了一场葬礼。这是一场很好的谈判机会，可以利用这3个人的到来，跟这些权贵们挨个细聊，说不定就能让白王和赤王所经营的这一切，在一瞬间就遭到重创。说得对，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就是另一个白王和赤王，但你是萧楚河呀。在你的心里，此时此刻，让整个天启城的人跟我们一起祭奠大师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人就快按捺不住了，只有这样，才能把黑夜里的影子揪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师兄安息。什么东西？他不是病了吗？他不是快死了吗？为什么他还会来？殿下莫冲动，小心隔墙有耳。龙血传信给那个人，我要见他。殿下，这次是藏民安排不当，还请殿下责罚。这不是你的错，他本来就是天启城的天之骄子，他的宴席本来就可以这样，只是我们一直认为，他离开了这么久，他的荣光也一起消失了。圣上今日的出现，父皇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虽然废过他，
虽然他还不肯住进那王府，但他依然是父皇最疼爱的皇子。父皇对他的宠爱，是我跟老七这么多年都没法获得的。原本从宫中传回的消息，是圣上一直昏迷不醒的状态，却没想到已经能出宫了。看来那位神医真的是医术高明。那么殿下的眼睛，是否也可以请这位神医来看一看呢？我听说他似乎与六弟的关系很好，恐怕……藏民觉得，这只是医者与病患的关系。这小神医满脑袋想的都是看病治病。我们可以让殿下的二师傅长策健大人帮忙去请。是可以请二师傅帮忙。好，殿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啊！是啊，这可能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诸位都清楚，我青州的商人素来不喜欢来天启，因为天启啊有太多规矩了，而我们青州从来都不讲规矩。那公子这一次前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想做一些事情，但诸位可能会妨碍到他，所以呀，我想请诸位让一让路。公子也说了，这天启城的规矩很多，但让我们这些主人让路，未免说不过去吧？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从来不讲规矩，可若是诸位定要讲规矩，那诸位将倾家荡产。我穆家想对你们做什么，一如反掌。言尽于此，告辞。这。梁管家，我刚刚表现怎么样？是有穆家的风采。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更有风采的事情。哦，公子要做什么？还真是安然无恙。那海外岛上真的有医术如此高超之人？不是人，是仙人。总之说不太清楚。恭喜你啊，少了一个大麻烦。可能待会儿也得有个大麻烦。你就是华姐，那位神医药王的弟子啊？你谁啊？你有意见？穆公子还是小心点儿，小心被针给扎了。神医，受在下一拜。在下青州云间城穆家三公子穆春风，不知可有荣幸拜神医为师？没有。在下有一株千心草，赠与神医如何？我在天启还有座宅子，叫秋庐，里边种满了各种珍贵的药材。都有什么药材啊？嗨，也没什么，就是一些青木香、莲仙、麒麟血、仙鹤石，哦，再不就是续心草、王龙叶，5、6、7、800岁灵芝，啊。这语气，因为他们臭有钱的都爱这么说话。神医若是感兴趣，
改日我带你去看一看那秋炉，到时你再做决定，如何？也好。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我还没说要收你为徒呢。师傅，我是个商人，看人的眼光总会错的。只要你跟去了，肯定会收我为徒。师傅，那徒儿先行告退了。三公子，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把秋炉送出去了？那可是穆家在天启城最重要的产业呀！哎呀，梁管家，我把秋炉送给了师傅，师傅以后再传给徒弟。这秋炉不还是咱们家的吗？还是三公子想得周到。哎呀，不谈了，不谈了。小神医，蓝月侯爷，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回宫去？知道了，我又不是你女儿。女儿？楚河，我有那么老吗？行了，皇叔，我都得叫你一声叔，你还指望人家叫你什么呀？嗨，这不是辈分闹的吗？行了，我送你回宫吧。父皇已经康健了，回去之后就睡下了，但是到此刻也未曾醒来。可我听说城里的禁令已经结束了。是的，陛下这么一现身，许多谣言都不攻自破了。太医院对外宣称，说陛下已经康健了，只是需要休息一些时日，但实际上，陛下的病还并没有好。所以说，父皇是强撑着也要去参加那场宴席。现在整个天启城都在讨论着那场千金台之宴，讨论着萧楚河的名字。他们说，这龙峰卷轴上的名字，也必然是属于他的了。殿下，所有人都是逐利的，尤其是在这天启城。那本王就让他们不敢去追逐这份利。殿下要做什么呀？什么人？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在天启城，谁敢帮萧楚河，谁就要做好没命的准备。一共2剑，1前1后。后面那一剑刺中他的后腰，正面那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我见过九爷的武功，九爷单打独斗，确实不算强，但若是要保命，足矣。他的体内有毒，说明有人在他喝的酒里下了毒。他死前的最后一个招式是燕子翩飞的起身式，说明他当时正要逃跑，可是杀他之人只用了1剑，迅捷狠辣，是最专业的杀人者。果然是他们吗？有山河！什么？暗河来天启城了？我愧对九爷。九爷武功本也不弱，没想到对方为了杀他，竟布下如此精心的局。先是大师兄的仇，我姐和姐夫的仇，现在又是九爷，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我非把他们剿灭了不可。相信我，很快。听说99道死了，是。是不是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杀他的人是我？
毕竟我曾经真的拜访过暗河。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暗河和赤王的阴谋。祸水东引是那位王爷最擅长做的事。有什么好办法吗？殿下可以静候时机，卖个人情给永安王，也告知那赤王，他要是再这么推我们或许真的会倒向永安王那边。就怕是永安王不会卖我们这个人情。龙贤，你说天启城区区一个不入流的混混死了，足够乱了吗？99道一死，这些人就会嗅到危险，对萧楚河的支持也会动摇，会影响到他在天启城的根基。还不够，是这样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要的是天启乱，天启乱才能天下乱。什么样的人死了，才能配得上天下乱呢？放心，我不是要杀皇帝，让暗河派出最好的杀手。我要杀的是这才是让天下乱。外面太冷了，拿着吧。你用吧，手都冻红。在南边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冬天吧？是啊，幸好徐伯炭火烧得够旺，还挺暖和的。进去暖暖吧。萧嫂，今天太阳很好，要不你陪我走走？萧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什么？下一个是谁？暗河背后的人是谁，我们不清楚。但背后的人如果是想报复我，不会只杀一个99道。毕竟江湖中人在朝堂之中掀不起我了。萧公子，我们又见面了。沐春风，你怎么先跟他打招呼啊？明明是我们两个先认识的。今日毕竟是萧公子宴请，自然要先跟主人家打招呼了。你也好呀，司空姑娘。话说你怎么来了？那自然是我在离开秋水渔城的时候，给他们留了手书，说是到时候在天启相聚。啊，对，多谢穆公子了。不必谢我，你知道的，我们穆家3种生意不做。哪3种生意啊？害人的生意不做，亏本的生意不做，以及太小的生意不做。你这生意够大，我愿意做，而且我家老头子没说不让做。看来你家大哥的病还没治好。胡说，纯粹是胡说啊！你们穆家不是北离首富吗？怎么还空着手来的？金钱这种世俗之物，六皇子还会缺吗？我自然是带来了更好的礼物。来，里面请。来，这边请，这边请，来，张关系。京盐李府4月房，公孙连当不可踩1楼。这天启城4大豪商以及他们的附庸近人全都来了。来，萧公子，这份礼物可还满意？穆公子拜师神医一事，我定全力促成。等的就是这句话。萧嫂，穆公子说的那个神医，不会是华锦吧？当然了。华锦，殿下，那这位公子当何处落座呀？自然是2楼上座。这不合规矩吧？没什么不合规矩的。
当年穆家家主入皇宫做客，也是皇帝陛下亲迎。更何况穆公子今天给我带来如此大礼，入我的宴席，自然当得上上座。穆公子，请吧。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哎，咱们这宴会办得有模有样的，你看都已经做了1半多了，是不是可以开席了呀？不够，还远远不够。这还不够啊！最重要的那些人都还没到呢。一群废物，区区一个穆家3公子就把他们吓破了胆。演习之后，我亲自找他们把这笔账算清楚。罢了，这些奸商，他们算账比我们算得明白。萧楚河很好，他依然还是那个可以给我带来惊喜的家伙。算算时辰，宴席差不多要开始了。他不会那么早开宴的。他真正想等的客人还一个都没有到。4大豪商可全都去了，他们这2年一直依附在赤王的羽翼之下，若不是形势所逼，他们是不可能去参加这场宴席的。赤王可以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而穆家则有能力在一夜之间让他们失去所有产业。那殿下，您说赤王那边会懂什么？不会的。在这天启城中，再有钱的商人也只是商人罢了。真正位于高处的那些人，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6部尚书、御史台7御史、大理寺、龙图阁，这些地方未动，就能证明这座天启城还没有承认这位皇子的归来。二爷，宴席的时间就要到了。怎么，兄弟们坐不住了？兄弟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他们的地位不够高，面子不够大？仅凭他们几个，不足以让6皇子开宴了。殿下，你觉得呢？来了。蓝月好。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你的家呀，不过你比以前更好了。果然在外历练一番很有必要。孩子，你要懂得你父皇的苦心呐。萧瑟记住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你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有些凄凉，但是更有一番意境啊！太师，我们落座吧。哎，好，落座。二位，请上座。好好好。蓝月侯，父亲，这蓝月侯可是当朝监国呀，连他都去了，那我们……蓝月侯虽为监国，但很少过问朝廷的事，尤其是琅琊王谋逆案以后啊，皇帝陛下就很少分权给那几个兄弟了。容我想想。大人，大人，这么慌张做什么？发生什么大事了？确实是大事。蓝月侯之后又有一个人到了。谁？太师董柱。什么？太师董柱？备轿，快！各位。请走走走，您先请。哎呀，一起吧。好意思，好久不见了。户部尚书李若崇大人到，刑部尚书周德大人到，兵部尚书吴京城大人到，吏部尚书玄德崇大人到，礼部尚书徐渭成大人到。萧瑟，文武百官都到了，那两位王爷什么时候来？之前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现在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太师怎么会去参加这种宴席啊？他可是连国宴都抱病推掉了的。这不是太师去参加宴席这么简单，这是楚河设的一个局。他利用2个监国，带动的是整个京城的文武百官。只要声势够大，就能逼我们就范。1个时辰之内，朝中6部皆至，4大豪商亲临，就连青州穆家，还有太师董柱都为他出动了。这个永安王，实在是太多变招了。是啊，每次我们都以为能制住他的死穴，却总是被他破局而出。早就料到蓝月侯会去，没想到太师也会去。这2个自称不涉党争的人去参加这样一场宴会，真是耐人寻味呀。但据说直至此刻，萧楚河仍未开席。这萧楚河还是以前那个倔脾气，怎么？等不到我们赤王府、白王府到场，他是不打算开这宴席了。他以为搬出董柱，我就非去不可了，可笑！殿下，那咱们还去吗？二哥此刻才会更难受吧？毕竟他向来都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孩子，董柱在那里，他却不去，失礼了呀。要我说呀，还是不去。
去了等同于我们认输，不去的话，至少代表我们不在乎。藏明啊，其实我们已经输了。那白王就没有不去的理由了？不，他可以不去的最大理由是我没去。只要我不去，他便可以不去。那我们自然是不去啊！我又不害怕得罪董柱。现在最难受的是二哥啊，我乐意看他难受。朝中还有谁人没去？本王日后必重用。只有钦天监监正没去了。钦天监监正。楚河，这千金台的茶再好喝，也不能一直喝呀。这太师不发话，有人会拿你对太师不敬做文章的。再等等。等多久？何时开宴？再等一炷香。你是要等他俩？他们不会来的，他俩没这么容易认输。那就罢。二爷，殿下，开宴。等等，我虽然没说要来，但也没说不来呀。这么着急开宴做什么？就不能等等我？王爷，侯爷。老夫虽然对吃喝没有兴趣，但是永安王的宴席还是可以尝一尝的。哎呀，国师啊，太师，太师，咱俩有好些日子不曾见面了，可不是嘛？国师，你纵不上朝，只是在祭典和国宴这种场合，您才现身。而老朽每日上朝，却从不参宴。没想到，我们多年的重逢，居然是在……是本宫不让他们打扫的。落叶本是自然常态，何必人为处置？可娘娘，又为何将这佛堂擦拭得一尘不染？落叶与落尘又有何不同呢？
你叫什么名字？无心。无心。抬起头来，让本宫好好看看。你的眉眼为何如此熟悉？看来是在下与娘娘有缘。你刚刚说你叫无心，谁给你取的名字？我师父取的。师父说：“无心则明，无心则不偏，无心则不思。因为无心，所以自在。”你应该是有个好师父的。我的师父是世上最好的师父。娘娘，狮王来请安了。你在这里等着本宫。是。母亲，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儿臣那日惹母亲难过，回去后心中十分愧疚。今日见完父皇，便着急来见母亲。母亲不喜欢喝八宝茶，我让人从外面带了新的茶叶，母亲可以尝尝，这个合不合你口味？拿去冲上。他是谁？哦，是红清寺派来给你父皇点香的小贱，一早就来了。哦。这小太监的身形，怎么看着有些熟悉啊？你见过的人太多了，也许只是长得像罢了。也对。去把佛堂打扫一下。是。母亲，请。茶色看着不错，想来味道应该不错。好喝。赤王经常来看宣妃娘娘吗？也就这2日来的频繁些，有时半月都不来。那宣妃娘娘一直都是这么独来独往的吗？开始也不是这样，那时圣上经常来看娘娘，隔3差5就发来赏赐。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圣上不来了，赏赐也没了，慢慢的，其他人也都不来了。宣妃娘娘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不来，她也不出去。奴婢已经很多年没见她和别人说这么多话了。父皇最近在为一件事情烦扰，母亲想不想知道？与我无关的事情，不说也罢。如果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为何又无故提起他？你不要乱来。我什么都没说，母亲为何要斥责我？我只是提醒你，你可以尽情的用手段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你碰不得。尽情用手段，母亲。若不是你当年在外面惹了事，我何须用手段？你本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
我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要不是你和叶鼎之，我怎会沦落至此啊？这些年来，我受到的嘲讽、冷落和讥笑，可是你呢，偏安一隅，又知道多少？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像对那个叶鼎之，还是情根深重。就连与他的儿子，都比我重要。那我就等着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你在宫外也听说过我的故事吧？都是些市井传言，无心不敢妄言。坐吧。谢娘娘。说来听听。宣妃娘娘在当今圣上还是景誉王的时候，便嫁入王府成妃，后遭奸人所害，被那魔教教主叶鼎之强掳而去。最后魔教战败，娘娘顺利脱困，这才被人所救，回到这皇宫之中。跟我想的差不多，保留了他帝王的颜面。难道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吗？你很好奇吗？你若知晓了，或许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在这景泰宫中听到的，自然也会留在这景泰宫中。其实，外面那些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只有一点，我是心甘情愿随叶鼎之而去的。我们两个分开，才是奸人所害。他们骗我，玉儿得了重病，把我骗回了天启城，又让叶鼎之误以为我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抛弃了他。他死之前，我终于又见到了他。我跟他说，我们俩一起逃去男爵，离开这些是非。他说他做了太多错事，已经不能一走了之，只有一死，才能保住他的族人。最后，他自刎了。所以，你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是，想要跟他走。但是已经太晚了，我走错了一步，才导致现在所有的一切。那之后为何你又选择回到宫中？我有2个孩子，有一个当时还困在宫中，我放心不下的，所以便放弃了另一个。另一个，也只有我回到这宫中，萧若锦才不会为难他。帝王家总是把颜面看得很重，我回来了，他也会答应我的允诺。如今我那孩子已经去了极寒之地，不过距离我离开这里也不远了。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许
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吧？魔教教主叶鼎之，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我的孩子应该也跟你年纪差不多。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叫叶安世。不错的名字。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喜欢这人世间，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原来是这样。说说你吧，你呢？吴昕，给我讲讲你的事吧。我的事？对啊，你是哪里人？在哪里长大？你又是如何到了这天启城的？我在所有师傅生活之前，过得很混乱，但是还算快乐。我的记忆里有我母亲、父亲，还有许多疼爱我的叔叔。只是后来他们都走了，我有幸被师父收养，我们每日相伴，相依为命。再后来师父也走了，然后我就一路兜兜转转，最后来到了这天启城。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却经历了这么多。娘娘困了？不用叫我娘娘，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吴昕，你先离开吧，改天再陪我聊聊天。不过也没多少时日了，我就快要离开这里了。宣妃娘娘，宣妃娘娘，娘亲，小雨这个混蛋！你在想什么？吴昕应该入宫了吧？吴昕，你找到他了？他之前就入过一次宫，但是被锦轩所伤，最近一直在休养。我前几日寻得锦仙，让他帮忙带吴昕入宫。他是想见他的娘亲？嗯。不过这太冒险了。我认识的吴昕，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他不会做傻事。每个人都会做傻事，在遇到最在意的人和最在意的事的时候。帮我盯着宫里的消息。好。小雨，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那又如何？反正那个毒又不会见血封喉，而且有你给母妃运气逼毒，她自然不会有问题。这是药王谷的逆毒之术，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这毒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